来修个电梯啊，不想爬楼梯了，从隔壁单元跳过去。不是我来修啊，这不大师在那边呢。昨晚高压出问题了，大面积停电。这个小区来电之后呢，坏了好几部电梯，都是开关电源坏了。它的备用电源用完了，在我这儿接个电源，然后呢，我顺便来学习一下。这个主板亮是变频器出来供的电啊，它指那个是开关电源。这个24伏的开关电源主要是给外呼啊什么供电的，外呼现在是不亮的。换之前记录一下，不然收费的时候怎么跟人家物业交代呢？断电直接开始换。我主要是来学习打闸的，更换的话记住接线端子别接错就行了。它这上都有线号，但是一定也要细心。线拆完之后，固定开关电源还有2个螺丝，把这2个螺丝拆掉，这整个电源就可以拿掉了。我想看一下这什么品牌的电源啊，没有看出来，因为它这个还有个架子啊，等于说电源在这个铁壳上的，然后再把铁壳上到那个机柜里边，把这2个螺丝一拿掉就可以看到了，顺利拿掉。电梯上一般不会用杂牌的电源，你看施耐德的24伏 4.5 安的100瓦。我们要更换上的电源个头比它的小一半，不用担心，这个是被美国制裁过的电源公司啊，电源界的扛把子金生阳，同样也是24伏 4.5 安的，比人家小一半，功率能达到吗？这个不用怀疑啊，以前咱们测过，这次呢再测一下。接上电子负载仪，咱们直接你看上面放电 5.9 安开始放电，6安的话它保护了，然后继续倒回来，倒到 5.9 安，看又能正常工作了，140瓦。然后咱们把它关掉啊，直接 5.9 安启动，看能不能启动起来。启动，好，能启动起来啊，140瓦是标称功率的 1.4 倍。这个特种设备上千万不要用杂牌电源啊，杂牌和这个品牌差价差不了多少啊，所以说要用品牌的。这侧面正好有一个螺丝位能用上，另一个呢需要再钻个孔就可以了。在它的支架上，然后打个孔，然后电源侧面正好有2个孔，直接上2个螺丝就 OK 了。直接拿个钻尾丝当钻头吧，直接打个孔，比划一下，孔距正好。老师傅就是不一样啊，直接把这2个螺丝上去。看来呀，它这个灵火线和正负极的接线端子位置和咱们用的金生阳这款是一模一样的，可不是所有开关电源的正负极和灵火线的接线端子位置都一样啊，一定要事先看清楚，以免接错。这是接完了，检查都正常。下一步呢就是合闸，指示灯亮了，电梯也能正常工作了。维修结束，咱们下期见，拜拜。